我刚刚收到西北方面发来的紧急军报，刘丰商率领百越军突袭了西北，新家、厉家和迦南3个城市已经丢了。我命令你率领黑旗军奔赴西北前线。臣领命。司义林呐，再不能丢失1寸国土了。如若失守，城中自刎。自远州失利之后，朝堂上下对你有些议论纷纷。我此次派你出征，也是为了安抚群臣。我也选了1员干将来做你的主帅。当然，在名分上你会受一些委屈，但是据我对这个人的了解，他十分敬重你，同时，你和他合作起来，会做到事半功倍。我跟帝林情如兄弟，如果有他在的话，就算是刘风霜连拿3座城都不成问题。不是帝林，帝林在枢律司，帝都离不开他。说曹操，曹操到啊。李清呢，他是一位久经沙场的干将，而且对刘封家排兵布阵还有多年的观察和研究，他十分敬重你。我想，他是十分合适的人选。军长放心，之前在武堂的时候，司义林将军的战术课就压我一头。此次有机会并肩作战，我一定会好好讨教讨教。领命。姐姐，你真会使唤人。这大战都在即了，你还让我去巡探，脏死了。双将军，斥候来报，淄川大军已经在厉家城左侧集结，统帅是李钦和司义林，诸将已经准备妥当，随时等你的号令。自下而上，扶摇风。师之至也，莫见其形，然太以众矣。将军，这可是司义林啊，淄川之虎啊！出征前，刘封明少君是如何逼你签下了军令状，让你在7日之内连下5城？正因为来的是司义林，才要好好的听风、测土。三少主，你说这……哎，要我说啊，姐姐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反正行军打仗我也不在行，大哥还硬要把我塞到前线来。我能做的就是替姐姐卜个卦，求个平安。这卦象如何？屯卦。刚柔始交而难生，动则遇险。姐姐，这不是个吉象。平日里叫你好好学习读书骑射，你不学，偏学习这些旁门左道，却也学艺不精。10年了，我还没有输过。那这一仗，我们该如何？等司义林打过来。等一场雨，风起云动，他们在路上。如果我们用这个战术呢？蛙跳战，放着最近的厉家城不打，却攻打迦南城，岂不是舍近求远？现在从兵力上看，敌强我弱。如若我们带兵直接攻打厉家，刘风霜练兵有方，阵法多端，我们讨不着便宜，很有可能进入消耗战。刘封家耗得起，淄川耗不起，不如偷袭轻巧。没错，而且我们黑旗军虽然人数少，但是都是精兵良将，擅长偷袭。刘风霜的百越军定然驻足于新家，那迦南此时必然空虚，我便可率5000骑兵去攻打迦南。新家、迦南、厉家一纵而下，我若是司义林，必定绕开厉家，强夺迦南，断百越军后路，再行夹击。大人妙计。
多家河围绕厉家、迦南、辛家3城，河畔夜间雾气弥漫，百丈内不能识别人影，确实是夜间突袭的最佳时机。只是李清将军应援稍晚个1时半刻，恐怕会被2城的驻兵夹击，这样是不是很危险？无妨，我去攻打迦南吧。我之前常年在西北驻军，也见识过百越军的阵法。如若不巧碰上了，我还能有办法拖延。3个时辰内，我拿下迦南，你我带兵与厉家会合。不行，迦南离大本营太远了，而且那儿地形复杂，没必要冒这个险。司义林将军，如果你遇到危险，西北必然一败涂地，我亦没有能力对付。倘若我不幸被俘，我相信你定能救我出来。不行，司义林将军，我是主帅。清将军，到雁荡谷了，再1个时辰的脚程，我们就能到达迦南。此刻并非雨季，但为何感觉大雨将至？时间差不多了，叫大家起夜吧，然后把所有战备物资准备好。是。大人，喝口水吧。水里怎么有沙子？刚从河边打的。把近几年多伦河的水利记录全给我拿过来。大人，李清大军已到。今夜迦南必降大雨，那是多伦河的起源。今年汛期提前，帮了我们大忙。森，今夜你便前往迦南，改道放闸。子川军想要绕行迦南，必定经过雁荡谷。今夜此时，我便要水淹雁荡谷。王将军，你于亥时从厉家出发，直击子川大营。樱木兰，你随我去雁荡谷。今夜，我便要一鼓作气，再下子川2城。大雨将至，雨已至，天时地利只待人和。什么时辰了？已经子时1刻了。难道是森少主误了时辰？不可能。森弟虽然平时放浪形骸，但关键时刻从未出错。他若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，全军原地待命，等我号令。樱木兰，你随我来。是。刘风霜，李清将军叫停大军不再奔袭，想必是已经知道洪汛将至了吧？我已命人将多伦河辛家城段的堤坝炸毁。这雁荡谷地势绝佳，还有1炷香的时间，这里便会是一片汪洋。清将军，你投降吧。你们敢只身2人前来，想必悬崖之上定有埋伏。你没有直接动手，反是劝降，想来也没有赢我的把握。你果真有些本事。只可惜，你只猜对了1半。我打仗从来不在乎用多少人，而且不战而屈人之师，向来都是兵家上策。你听，这大地已经开始震了。清将军，你还有不到1炷香的时间了。你知我爱惜将领，便赌我不敢逞匹夫之勇。殊不知，将士更爱子川，他们视死如归。若要打，也可以一试。只是李清将军，你
担得起全军覆灭之责吗？这洪水来不来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你定是走不出这山谷了。怎么回事？王将军不是派人攻打紫川军营了吗？司义林为什么会来这里？李清大人早已摸清了地形，他早就知道你在这山后有埋伏，他出现在这儿，就是为了引你出来。刘风霜，还不乖乖束手就擒吗？司义林将军真是好口才。你们若真知道我今日之计，又怎会放任我的手下在山上设伏？当然是为了擒你了。你以为我们就这点人吗？你不是说山洪要来吗？那我们就一起等等看，看他会不会来呀？要战是吧？那我便陪你一战。姐姐，你快跑！大哥小篡位，他派人来杀你了！刘风霜，你私会紫川主将司义林，投敌叛族，人证物证俱在。从今，刘封家再无刘风霜这个少主。抓还是不抓？他们家族内乱，刘风霜不一定能活下来，暂时先撤退吧。这山谷之中，均为敌军，一个不留。放箭！全军撤退！只见那刘风霜前脚刚到这雁荡谷，就有一位女将带领一队人马，呱呱呱呱呱呱呱就奔袭而来。这位女将是银盔银甲银靴子，骑着一匹大白马。您再看这小模样啊，柳叶眉，杏核眼，樱桃小嘴一点点，稍微一绷劲儿，还有2个大酒窝。往这儿这么一站啊，那真是英姿飒爽，飒爽英姿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了。他把大刀一对，呀呀呀呀，咔咔，你们猜怎么着？一个人头就掉地下了。哎，左一刀，右一刀，就听见咔嚓咕噜，咔嚓啪叽，咔嚓咔嚓。司义林将军也不遑多让，大喝一声。李清将军提起长枪，便冲到阵前。2人，一人刀锋凶悍，一人长枪飒爽。马公子好生奇怪，以何为之事，将那刘风霜哪有女孩子来这春风院的？这春风院呢，表面风流，实则是帝都之窗。3教9流汇聚于此，各路消息也均从此地而出。您殿下想帮秀大人归来铺路，这里自然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好地方。宁殿下，这边请。这2位配合得十分默契，真可谓是战地伉俪。春风院是帝都之窗，周华秀哥哥也跟我说过。是吗？看来我和他之间还有不少相似之处呢。马大人在这帝都之窗中看到些什么？和我也说说吧。好啊，在这帝都之窗里，你可以看到无数的缝隙，不同势力之间的缝隙，不同级别之间的缝隙，还有不同身份之间的缝隙。缝隙？
不错，我们家世代从商，为商者的本质就是找到这些缝隙，从中获利。而这些缝隙，正是我可以利用的东西。除了经商之外，其他事务也是如此，对吗？殿下明慧。在下认为天下事大同小异。好比说我在三省台做事，最重要的就是从这些不同关系的缝隙中获得自己的权利和势力。又好比眼下你要帮子川修，虽然你贵为公主，但你的身份反而会让你无法说出许多激越之言。但在这帝都之中，可以为你所用的势力却很多，他们不仅可以帮你打探消息，还可以帮你说话。比如马公子。我？马某对殿下可从无此心意。如若殿下不嫌弃，就算是您的朋友。朋友，在这帝都之中，我真的可以将马大人当做朋友吗？当然。这是什么？您殿下不认得吗？我之前听人说起，您殿下曾有一块月光石，后不慎丢失，懊悔不已。前几天我逛珠宝铺子，正好看到这块上好的月光石，便想买来赠予你，好慰藉殿下失去爱物之苦。没有想到，这世间竟然真的有月光石。哦，马大人有所不知，我的那块月光石不过就是一块以假乱真的假石头罢了。我痛苦懊恼，不是因为石头丢了，是因为送我这块石头的人丢了。那殿下还想再找回来吗？远州和子川已势不两立，他应该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。您殿下，你是子川家族的继承人，天下万物都可归你所有，归你所用。部族关系、邦交往来，向来都是因利而动。如果你想，敌人也可变成盟友，他族也能变成同族，更何况只是一个人而已。大人，现在街头巷尾都传颂着战地抗力一桩佳话。我们帝都已经许久未见如此欢欣之景象，此话听多了，属下也觉得司义林大人与李清大人甚是相配。抗力之说，不过是百姓之间揶揄的玩笑罢了。民心振奋，是因为子川收回失土，国威彰显。不错，我子川将士与刘风霜交战多年，这是第一次胜利，可喜可贺。属下请军长大人嘉奖司义林大人与李清大人。好。司义林、青儿，你们呐，重振了子川家的威名，功不可没。说吧，需要什么赏赐，尽快说，我没有不允许的。臣不敢要，能完成军长大人交代的事情，已经很欣慰了，不敢再有什么赏赐。而且他刘风霜兵术诡异，要不是因为他们家族内乱，此战恐怕不会这么快就结束。哎呀，
你就不要谦虚了嘛！啊！怕一战之后啊，这是我们打的第一次胜仗，也是子川家族眼下最需要的一次胜仗。司义林，你不愧是子川之虎哦！你跟青儿，你们这2个人都不辱使命呢。军长大人，各位大人，边境来报，说，塞戎神皇派大将鲁地增兵驻守远州，因龙族人不臣，状告鲁地暴虐之举，连日来也有数万人被虐杀。哦，还有一个消息，塞戎神皇嫁女。嫁给谁了？大将云浅雪，2人业已成婚。云浅雪是塞戎神皇次子卡兰的心腹，昔日交战之时丢掉一只手臂。塞戎神皇此次下嫁爱女，说明他想压制他长子卡顿的权势。现在这屋里就我一个人，你不必要再忍着，心里痛苦，你就发出来，别憋在肚子里。司义林啊，我知道，你打小就是个重情重义之人。我更知道卡丹在你心中的位置，我并没有半点责怪你，我是心疼你，也为你遗憾。只不过，男子汉大丈夫嘛，该悲便悲，当恨则恨，大醉几日也好，放声痛哭也罢。但是不要沉溺其中，你明白吗？我知道你一向不接受任何恩赐，但是为了子川，我会给你一个更好的未来。森少主带回来了，还带回来做什么？直接砍了不就完了？你敢？要不要我当着您的面砍了？少君，要想让群臣相信，我们总要有个人证。现在朝堂可是议论纷纷呢。我是少君。刘风霜带兵谋逆，叛族而逃，我拨乱反正，有何可疑？国玺和兵符带来了吗？已经带来了。你不可能成功的。现在除了您的宝贝女儿，您还有什么可倚仗的？你不必知道的，因为你，刘风明，绝不可能坐稳这个位置，你不配。看我配不配？儿子，你不敢的。
你是少君，待我100年之后，这个位置本就属于你，你就那么急不可耐吗？那我倒是要问问夫君，您何时才能100年呢？我一个年过而立的少君，到那时再荣登大位，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？您的眼中只有双眉，又何曾真的把我当做一个少君？传令下去，以叛族罪，全族通缉刘风霜。一旦见到，就地斩杀。刘风明，即刻通知黑虎帮，无论对方提出什么样的条件，我都要亲手为我的好妹妹发丧。是。刘风霜勾结子川，罪不可赦。以父亲安危之计，即日起由我接管家主兵政之权。另外，在殿外加驻1万精兵，没有我口令，任何人不得入殿。是。父亲只管安心养病，这刘封家有我足矣。究竟是谁？奉家族之命来绞杀你们这群叛贼！给我杀！少主，你先走，我来拖住他们。要走一起走。他们要杀的人是你，你先走，我自会寻你而来。头儿，你别这么消极呢啊！虽然你没说服这个不丹长老，但是你说服了我们呀啊！我们愿意天天射鸡、射麻雀、射蜜蜂，就围着他的圣庙天天射。我就不信了，他们还不吃肉了呢。对，不相信，不相信。头儿，咱软的不行，给他来硬的；硬的不行，咱就给他来臭的。对，吵死了！之前我以为我能说服不丹长老，让远州各族团结起来，没想到他根本没这个意思。我看我们啊，根本没有留在这儿的必要。继续。老，说事儿。老大，北族兵来袭，已经打到不芦村口了。停！他们怎么发现这儿的？对方来了多少人？区目测足足1个团。这不芦村附近唯一有价值的便是圣庙，北族来了这么多人，目标一定是这儿了。收拾家伙，跟我来。曹德伦，什么情况？这次袭击太突然了，你看，宗主连逃也不回就跑了。白川，不求杀尽，只求赶走。是。罗进命运，把受伤的兄弟先救下来再说。是。曹德伦，你先坚持一下，我必须得去圣庙见一下不丹长老。放心，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扛得住。去吧。远州诸神，英灵不灭。第180代守护者
不丹再次祷告：远州晦暗已久，若真如神诏预言所示，光明可返，请您明示。不丹长老，此战尚未定成败，何必祈祷？阁下竟然回来了！长老，我经历过大小战争数千场，眼下的形势，据我判断，的确对你们不利。我现在能想到最好的办法，就是劝您离开圣庙。对于远州各族人来说，圣庙没了，可以再建，但是这世上不会再有第二个不丹长老了。你还记得来大殿路上所经过的石碑吗？2007年，为抵御敌军侵犯，左一族第21庶民营全数战死于此。577年，北族军队侵犯，布卢村庶民营1891人全数战死于此。石碑下是世代各族远州战士为守护圣庙而惨死的身躯，这里是远州各族的尊严与骄傲。如果说死亡是我的命运，那么我只会死在圣庙，死在他们的尸骨边。紫川秀阁下，感谢您能重回这里。今天你也看到了，以前的远州各族不会打仗，现在的远州各族害怕打仗，我们很难赢。远州各族单兵作战能力确实不尽人意。正如你所说，圣庙是远州的灵魂，也是远州各族的精神支柱。如圣庙覆灭，那远州各族的心也会跟着彻底麻木臣服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无论如何，我们不如冒险与北族拼死一战，守住圣庙。哪怕与我们死在一块儿，阁下也无怨无悔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属于这里，我紫川秀属于远州。敌众我寡，敌强我弱，但此战并非毫无胜算，只需满足一点。什么？远州各族团结、信任。之前之所以你们屡战屡败，那是因为你们各族人民各自为战，互不配合，关键的时候还自乱阵脚。若此次只靠我们秀子营撑腰，也只能解燃眉之急，圣庙迟早还是保不住。如果远州各族团结起来，各执所长，紧密配合，才是守护远州的长远之道。紫川秀，没想到你竟这般执着。这是布卢村与圣庙的地形图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。义不容辞。兄弟们，今日若不是秀子营的帮助，恐怕布卢村已经失守。昔日神旨要我们忍耐顺从，然而北族永不知足，常见直指圣庙。他们要将我们仅有的尊严与意志
彻底粉碎。圣庙就是我们远州各族的性命与意志。守护圣庙，死战到底！守护圣庙，死战到底！守护圣庙，死战到底！有一点比战死的决心更重要，那就是这次保卫战的首领不是我，而是这位冒死前来相助的子川秀阁下。长老，他并非我远州族人，他当首领，说不定将圣庙拱手送给鲁地，我们不能跟着他白白送死。看天边熊熊燃烧的火焰，在最黑暗的夜，看眼前轰轰烈烈圣庙的存亡，我们的性命尽系于你一人。我子川秀定不辱使命，放肆而热血。合于彼而离于此，计谋不两中，必有反吾。这句话若是从己推人的话，意思是指当政局面临选择之际，必须要有所取舍。如是一计的话，那一定是有一方获利而另一方受损的，不可能两全其美。如果这句话是从君主的角度来说的话，那就是在告诫君主，自古呢，这个有才之士啊，大都历经过多主，不可因其旧时所为而对其心生怨憎猜疑。好一个怨憎猜疑呀！啊，小宁，你能从另一个角度自上而下的审阅此句，说明你很有进步。我很高兴。来来来，坐着。叔叔啊，哎，为君9章呢，我现在已经通读了。军政不两分嘛，我在想，是不是可以请一个师傅教我一些兵法之术啊？你要学习兵法呀？我听教习师傅说，这几日你彻夜苦读，教习的时间呢也是越来越久。你再要学习兵法，这个会不会太累啊？叔叔啊，从前我无心向学，今日一读啊，我才知道您这些年来的不易和艰辛，我怎么用功都是应该的。好吧，来。临兵副统领请示修缮瓦云要隘啊。是。之前战事紧张，虽有修缮，但都是应急之用。如今子川和北族之间没有了远州这块缓冲之地，瓦云要隘呢是家族抵抗外敌最重要的防线，确实应该着重修缮。为君知道呢，光靠读书学是不彻底。叔叔把这件事交给你呢，就是让你好好的历练一番。帝林曾率人修好过部分城墙，颇有应对之道。你要有不懂啊，可以好好的向他请教。小宁定会尽力。我还以为司义林自己来呢，没想到李清大人还有宁殿下都来了。秀家有云在身，我亲自下厨，简单吃一口。哎，帝林，你怎么自己动手了？小心动了胎气。来，没事儿。来，坐。这还是那个在外面呼风唤雨的冷面阎罗帝林大人吗？没想到在家里对妻子竟是如此温柔体贴。是啊，你们俩的感情真的是好让人羡慕。快吃吧。哦，我给秀家带了一些补品，
就放在外面马车上，我让人去拿。哦，那我去拿吧。要不你们一同去吧？好。吃菜吧。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去就可以了。宁殿下的马车就在外头。无妨。哎，你们就是淄川的大英雄，那队战地抗力吧？司义林将军，李清将军，对不对？真是让我见到活的了。哎呦，真是司义林，淄川有你和清将军，实乃大幸。今日一见，果然是郎才女貌，好一对璧人呐！大人，您可能是误会了，我跟司义林大人只是朋友。没错。怎么会？春风院说书的说你们早就在战场定情了，还说你们连孩子都有了。哎呦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我这朋友口无遮拦说的。春风院那个说书的，现在还在说吗？卸下身中的铠甲，摘下疲惫的面具，灯下粗细弹着一个梦，把酒言欢直到天明。你的火把还烧着，照亮寒夜崎岖的那条路，在我们作别的地方，哪怕铭刻着无上光荣。继续杀戮，他迟早会找。消失的老朋友，他始终不曾远走。沉默不过是在等你开口。消失的老朋友，他始终不曾远走。沉默不过是在等你开口。舍不得旧时光，别放开往事的手。有个人喜欢在老地方停留。华丁，过来，一秒集结，远州人一起对付。九曲山上对外界的局势肯定不是很清楚。对不起，我们觉得，而是